Hello 啊，大家好啊，歡迎翻到嚟 Tommy 嘅 channel。今集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啱啱嘅6月尾，Tommy 去到加州嘅優勝美地 Yosemite 國家公園嘅經歷啊。呢個旅程啦係2日3夜嘅，除咗優勝美地之外咧，另外一日就係經過隔離嘅美洲杉 Sequoia 嘅國家公園。今集咧先同大家分享一下去優勝美地會途經嘅地方啦，入場嘅小貼士啦。如果你揸車啊，你搭公共交通，點樣去到優勝美地呢？喺邊度住呢？同埋有啲咩景點係需要大家留意嘅呢？嗱，今集啦前半段都係講解一下一啲嘅入場前嘅須知啦。想睇景色嘅話咧，可以跳到去後半部分㗎吓。咁啊，優勝美地喺邊度嘅呢？嗱，加州嘅南同北點樣分啊？喺5號公路建成之前，99號公路一直都係連接加州南北嘅主要幹道。當你揸車經過時候啦，你會奇怪咁見到一棵杉樹同埋一棵棕櫚樹喺公路嘅中心。杉樹以北嘅地方咧就係北加州，棕櫚樹以南嘅咧就係南加州。喺呢度附近啦，向北開2個鐘頭咧就係北加嘅優勝美地，向南2小時咧就係南加嘅美洲杉啦。提前計劃行程。嗱，咁去優勝美地有啲咩嘅地方係需要大家去注意嘅呢？首先最緊要嘅啦，要上翻去 National Park Service 嘅網站睇一睇佢哋而家嘅公告。而家觀眾睇嘅時候啦，優勝美地係發生咗嚴重嘅山火，加上道路嘅維修，有啲嘅公路係關閉咗㗎。咁所以記住啦，要提早去計劃你嘅行程啊。而又視乎你係咪去到嗰度露營啦，係嘅話咧，就請你上翻去 recreation.gov 度預約啦。營地咧係需要提前5個月去預約㗎，而露營嘅費用亦都唔係話好貴啫，幾十蚊就有交易㗎啦，亦都會包埋入場費㗎。而假設啦，你好似我哋唔係露營，亦都唔係喺入邊住旅館嘅話啦，又係喺夏天嘅旺季，亦即係話5月到9月去到優勝美地，你就需要提前嘅網上預約，用2蚊去買一張可以用3日嘅飛。如果你係揸車入園嘅話咧，一架車就只係需要1張嘅啫。70%嘅門票係會喺3月23號喺網上邊公開發售，其餘嘅30%咧就會喺入場之前嘅7日去發售。如果你好似 Tommy 呢一種人1個禮拜之前先決定去玩嘅人啦，咁請你喺1個禮拜之前喺西岸時間朝頭早8點鐘喺電腦前面搶飛啦。記住預先登記好你個網上戶口啦，有需要嘅話叫定多啲親朋戚友同你一齊去搶飛。假如你淨係會喺優勝美地留1日嘅話啦，由於門票係3日有效㗎，你係會有3個朝頭早去搶飛。以 Tommy 住喺美國咁耐，連 Olive Garden 7749日任食意粉嘅 Unlimited Pasta Pass 都搶過嘅經驗嚟講啦，網上面搶飛咧係冇可能搶唔到嘅。咁但係如果你真係咁唔好彩啦，搶唔到飛嘅話咧，由於門票只係適用於朝頭早嘅6點到下午嘅4點嘅繁忙時間啊。只要你願意朝頭早早啲起身啦早啲入場啦早上5點半就入場嘅話咧，你就唔需要額外買呢張2蚊嘅門票㗎。而除咗呢張提前預約嘅門票之外咧，你亦都需要喺閘門購買另外一張35蚊3日有效嘅入場飛㗎。如果你經常去聯邦轄下嘅郊野公園去旅遊或者行山嘅話啦，咁就建議翻你買一張年票80蚊嘅啫。長者優惠價20蚊嘅啫，又或者長者嘅終生票80蚊，基本上你去2-3次咧就已經回本㗎啦。喺2017年之前買嘅朋友就只需要10蚊嘅啫。所以咧，點解美國有咁多孝子賢孫，經常都要帶埋啲長者去行山呢？無論你買嘅門票係邊一種都好啦，都建議翻你喺網上面先行購買，因為閘門咧只係收取信用卡或者你嘅 debit card， 交易亦都需要一啲時間㗎。乘坐公共交通到優勝美地，如果你淨係嚟洛杉磯旅遊，又冇揸車嘅話啦，其實搭巴士入到去個公園咧都係非常之方便㗎。你可以喺各個大城市乘坐 Amtrak 嘅火車，又或者更加平啦，搭灰狗嘅巴士嚟到 Fresno 嘅 Amtrak 鐵路站。LA 嘅灰狗巴士站咧就喺第6街高架橋附近嘅 LA Art District。到達 Fresno 咧就只係需要大概30蚊嘅啫。然後喺 Fresno 每一日都有3班來回優勝美地公園嘅旅遊巴士，
來回成為21蚊。而喺公園入邊咧，亦都有免費嘅穿梭巴士。咁所以咧，其實你唔揸車咧，亦都唔係一個問題嚟㗎。你亦都唔需要喺網上面搶啊，頭先講過啦，2蚊嘅嗰張預約門票，同埋俾35蚊嘅入場費㗎。途經嘅城市同埋住宿嘅安排。咁啊，講解完入場嘅資訊之後咧，我哋再嚟講一講啊，你會經過嘅城市同埋住宿嘅問題啦。由洛杉磯揸車去到優勝美地咧，大概係需要5個鐘頭㗎。沿途你會經過2個大城市 Bakersfield 同埋 Fresno。咁啊，坦白講啦，呢2個地方咧就真係冇乜嘢好做㗎。Tommy 對上一次去嗰度遊覽咧，都係因為去睇一睇嗰度有冇一啲 tax sale 嘅屋啦，即係嗰啲屋主係冇交地稅啊，然後就俾政府攞出嚟拍賣屋啊，有啲咩嘅筍盤啦嚇。咁啊，當然就最後冇買到啦，係咪？如果各位新移民有地產經紀向你游説話加州嘅高鐵項目入邊嘅中途站 Bakersfield 未來發展潛力無可想像，一買咧就發達㗎啦啊！不過 Tommy 就只能夠講啦，我就唔會發達嘅，咁啊，所以就祝君安康啦。但係 Bakersfield 咧都有一個 Kern County 嘅 museum 啦，都可以俾大家可以了解下當地今日依然健在嘅石油行業嘅歷史㗎。而如果你係嗰啲一定每日都要食翻啲唐人飯餸先安樂嘅人咧，亞洲超市你會喺 Fresno 度揾到。咁我哋就嚟到順發超市，咁啊夜晚咧可以喺 Airbnb 度煮下飯仔啦。冬天嘅話啦，都可以去打邊爐嘅。而居住方面啦 ，Yosemite 其實園內園外咧都有好多嘅酒店啦、旅館啦。咁但係今次 Tommy 咧就租咗 Airbnb 啊。睇開呢個頻道嘅網友都知道點解啦啩。然後喺第1年咧，亦都可以免費得到200蚊攞嚟俾 Airbnb 之類嘅房租啦。咁所以咧，只要你成功達到你個消費嘅要求，你第1年咧其實就可以輕鬆賺到大概1200蚊嘅價值。而呢一間 Airbnb 咧喺 Fresno 外30分鐘嘅車程，離優勝美地公園咧都仲有2個鐘頭車程。咁啊，都因為啦 ，Tommy 係1個禮拜之前先去訂，同埋之後1日都會去隔離嘅美洲杉國家公園。呢度咧就咁啱咧喺2個公園嘅中間，咁啊1日來回咧就非常適合啦。呢一個 Airbnb 咧都真係非常之正嚇，大細咧就好似而家加州人好多都中意喺後院度加建 ADU 嘅大細啦。有一個細細嘅廚房仔可以夜晚去打下邊爐啦，煮個麵啦，每一晚都係100零蚊，咁啊都算係非常划算啊！而最好嘅都係夜晚周圍一啲光都冇，睇天上嘅星星真係一流啊！嗱咁咧，第一日咧，其實我哋就冇乜做啲咩特別事嘅啦。咁啊，另外一個朝頭早咧就可以一路向北啦。由南邊入去優勝美地，一定會經過地方 Oakhurst。呢度咧係入公園之前，最後可以比較買到啲嘢啦，買到早餐啦，你入油又會平少少嘅地方嚟㗎。如果啦你好似 Tommy 嘅電車只有100零英里左右嘅續航力嘅話咧，呢一度亦都係最後一個嘅快速嘅充電站嚟㗎。來回優勝美地大概係100英里啦。而如果你嚟到嘅嗰日充電站失靈，又或者電線俾人鋸斷嘅話咧，唔需要擔心嘅嚇。所謂馬死落地行，電車冇咗電又點啊？去搭巴士咯。啱啱提過嘅巴士喺呢一度咧都有中途站嘅。咁當然啦，今次我揸嘅係汽油車啦。進入優勝美地，由 Oakhurst 揸到去公園嘅南邊嘅入口咧，大概需要半個鐘頭啦。入口都係檢查一下你之前買嘅預定嘅門飛啦，同埋你嘅入場費。然後咧就再揸大概10零分鐘咧，就會去到你第一個嘅景點，建於1876年，充滿維多利亞時代特色嘅 Wawona Hotel。隔離咧都有一個小小嘅博物館。然後再揸車大概35分鐘左右之後咧，經過加州最長嘅高速隧道 Wawona Tunnel， 就會嚟到 Yosemite 一個一定值回你嘅票價嘅景點 Tunnel View。如果你用嘅係 MacBook， 呢一個亦都係其中一張desktop 嘅取景之地嚟㗎。左手邊嗰嚿石頭咧就叫 El Capitan， 右邊嗰嚿咧就叫 Half Dome。而如果你參加嗰啲優勝美地一日來回嗰啲華人嘅旅行團嘅話咧，基本上睇完呢個景色咧就差唔多要回程㗎啦。
而其實原來如果你唔係話去露營嘅話咧，基本上就係去到唔同嘅行山路徑啦，去近距離睇下瀑布啦、石頭啦、森林之類。所以啦，建議一下大家先去到遊客中心啦，同埋隔離嘅博物館去遊覽一下，按翻你自己嘅能力揀翻一條適合你自己程度嘅行山徑啦。咁當然 Tommy 就一日來回嘅，所以就冇可能行晒所有嘅行山徑噶啦。所以喺呢度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我經過地方啦。大家入到嚟一定會經過噶啦 Bridal Veil Fall。根據原住民嘅傳說啦，吸入呢個瀑布嘅霧水咧係可以增加大家嘅結婚嘅機會嘅。但係好可惜啦，而家加州嘅旱災咁嚴重，瀑布咧就得咁多嘅啫。所以啦 ，Tommy 就只好死死氣翻到嚟同大家行 Slope Parking 啦。如果大家係希望睇瀑布嘅話咧，最好就應該係4到5月嘅。而原本其實呢一個咧應該係咁多條行山徑入邊難度最低㗎，非常適合長者或者傷殘人士啊。但係我哋遊覽嘅時候，由於進行緊地面嘅鋪設工程啦，所以咧我哋就遠距離睇一睇瀑布啦，都希望工程快啲完結。然後 Cathedral Beach Picnic Area 等等嘅沙灘啦。如果你話你帶咗橡皮艇獨木舟之類啦，咁都可以喺度玩下水上活動嘅。不過由於河水都係山上面流落嚟啊，就算遊覽當日係有70-80度華氏度啦，其實水溫都係非常非常之低。哇，好凍啊！游唔游水咧就睇你自己決定啊。而隔離山上邊都有人喺度攀緊石，喺下邊睇咧就真係觸目驚心噶。然後去到園區最東面嘅 Curry Village， 亦即係露營區嘅所在啊。如果你唔中意係自己帶啲露營工具嘅話咧，呢一度亦都有啲嘅 cabin， 一晚大概係150蚊美金左右啦。我諗同香港竹篙灣應該差唔多嘅。真心有得俾我揀嘅話咧，我諗我應該都係會住喺酒店啦。你都可以喺呢一度揾到啲租單車獨木舟之類嘅地方啦。Tommy 嚟到呢一度都食翻個菠蘿包，再繼續行程啊。之後咧喺呢一度都非常非常建議大家搭翻呢個免費嘅穿梭巴士，去到再東面少少嘅 Happy Isles。因為呢度其實係比較難揾到泊車位同埋搭車啦，慳翻少少腳骨力就最好啦。而呢一度咧都會有一個小小嘅自然中心啦，俾大家了解一下呢度會見到嘅野生動物。而我本來嘅目的地係 Vernal Fall， 但係因為呢個行山徑嘅難度真係唔低啊！我哋行咗大概40分鐘先嚟到 Vernal Fall 嘅橋啦。喺呢度咧就可以遠距離睇到 Vernal Fall。而行山嘅嗰一日咧，真係非常非常之熱啊！你見到 Tommy 都已經剩翻半條人命啦。所以嚟到橋嘅呢一度咧，我就唔繼續勉強行到去 Vernal Fall 啦。而喺旅程之中咧，都唔知係咪天氣太熱啦，我就見唔到黑熊嘅，只係見到一隻鹿啦。而離開公園之前啦，亦都可以去到雜貨店。特別如果你係嚟呢度露營嘅，唔記得帶嘢，唔可以買翻啲日常嘅用品咯。又或者你要買啲手信俾啲同事屋企人嘅話咧，呢度都有啲雪櫃嘅磁石杯T 恤等等。將來有機會再翻到嚟呢一度咧，我可能會嘗試下露營啦。而多一啲時間嘅話，亦都可以行多幾條嘅行山徑。而今次由於 Glacier Point Road 係閂咗要做維修所以都冇機會近距離去睇到好高嘅一個山Glacier Point 啦。不過啦，無論如何啦，優勝美地真係非常非常之靚噶。如果大家係中意戶外活動嘅話咧，我都覺得呢度係非常非常適合大家。而回程翻去 Airbnb 嘅時候啦，都經過加州其中一個應該係最平嘅油站喺 Aubrey 嘅 Mono-Wind Casino。基本上油價係比外面平成6毫子以上噶。畢竟係原住民嘅領地係唔需要交汽油稅噶。但係之前最高法院嘅裁決，亦都唔知道會唔會有機會影響呢啲嘅情況呢？我哋就拭目以待啦。
翻到去 Airbnb 啊，就煮下河粉啦，睇下星星啦，咁啊輕輕鬆鬆就完成第二日嘅行程啦。有機會揾另外一集，再繼續同大家分享隔離另外一個國家公園——美洲杉國家公園。希望你中意我哋今集嘅分享啦。又唔知道你有冇嚟過優勝美地國家公園呢？喺下邊留個言啦，分享下你嘅感受。亦都唔記得要點讚啦、分享啦，同埋訂閱我哋呢個頻道啊。咁啊，下一集再見啦，拜拜。